俄罗斯大使要对哈萨克斯坦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吗？中亚的对抗情绪好像又加剧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由于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观点存在明显的分歧，俄罗斯跟哈萨克斯坦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呢，最近就一直是起起伏伏的。作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重要邻国，哈萨克斯坦虽然是军事力量不强吧，但毕竟也是中亚5国中的领头羊。中亚5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跟哈萨克斯坦保持了一个高度同步，站在了普京的对立面上。所以前一段时间，普京呢是在努力的弥合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多少也是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缓和气氛的。不过，这种对抗情绪目前已经在民间扩散开，形成了对俄罗斯非常不利的局面。最近，俄罗斯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巴达洛夫金的一些发言引起了哈萨克斯坦民间的反应。这位大使表示，哈萨克斯坦境内存在纳粹分子和极端主义，有人散布俄罗斯威胁论，而且如果有必要，俄罗斯就要考虑对哈萨克斯坦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来消除哈萨克斯坦内的这种反俄势力和言论。结果呢，哈萨克斯坦一位作家兼记者的反驳说最早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制造俄罗斯威胁论的就是俄罗斯自己。他指责梅德韦杰夫还有贝勒多夫这些人说要用原子弹炸阿拉木图，要夺取哈萨克斯坦北部和东部的领土，要在哈萨克斯坦禁止哈萨克语。巴达洛夫金才是纳粹法西斯和极端主义者。这位哈萨克斯坦作家的话是非常惊人，因为如果说俄军在哈萨克斯坦要采取特别军事行动，这个能力确实是有的。上次呢，哈萨克斯坦那个政变嘛，就是俄罗斯空降部队提前准备，快速介入，从而帮助托卡耶夫取代了纳扎尔巴耶夫。但是要说用核武器砸阿拉木图，占领哈萨克斯坦领土，禁止哈萨克语，恐怕就不是普京的意思了。要么是俄罗斯某些外交官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住嘴，要么就是这位作家引用了一些夸大的不实说辞。比如俄罗斯政治专家德米特里·德罗布尼斯基在一个颇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中说过，哈萨克斯坦那里的人呢也产生了纳粹情绪了，就像在乌克兰一样。而我们俄罗斯呢与哈萨克斯坦有边界，那里边也有很多俄罗斯人。所以这话说完之后呢，俄罗斯政府马上就宣布，这是他个人观点不代表俄罗斯政府观点。8月份的时候，梅德韦杰夫的个人账号也说过，哈萨克斯坦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在对俄罗斯人搞种族灭绝，俄罗斯应该恢复过去的领土等等。不过文章也很快被删除了，说是账号被黑客黑了。不过这件事至少说明一点，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民间对俄罗斯的怀疑情绪是在逐渐加重。出现这种情绪不难理解，毕竟这些国家境内都有俄罗斯族人口，如果这些人跟本地其他民族发生了争执，那么俄罗斯会不会也说保护俄罗斯侨民，然后搞特别军事行动，搞公投，搞出新的俄罗斯族的共和国，然后再公投一次并入俄罗斯呢？所以这些中亚国家不可能不担忧。这件事呢就反映一个问题了，外交斗争的核心目标是要争取更多的国家站在自己这一边，拉拢也好，恐吓也好，温和也罢，强硬也罢，这些都是工具和手段。如果只是为了表现强硬而忽略了最核心的外交目标，那是无法真正获取战略利益的。这种强硬不可能让国家取得胜利，最多就是表演给本国民众看的精神可卡因。俄罗斯呢一直不善于跟周边国家化解矛盾，相对孤立的局面也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直到现在，国内还有不少黄俄势力坚持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其实这些思想才是北约东扩的最好配合者。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如果俄罗斯不能有效地消除中亚国家这些忧虑，那么俄罗斯的后院就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按说普京呢应该像当年打击国内新纳粹一样，压制一下沙文主义极端思想，但是以普京现在的力量，一方面要应对西方的压力，一方面要防范国内沙文主义夺权，要扭转某些外交人的非理性风格，恐怕他现在也很难做到了。